叶晨没想到费可欣竟然愿意用百达翡丽和劳力士这2家知名的腕表企业来跟自己交换一颗散血救心丹。不过仔细想想，如他爷爷费建中那样的顶级富豪，200亿美元换3-5年寿命，这还是非常划算的。毕竟回春丹都能拍到3000亿美元开外，散血救心丹卖回春丹的1/10也是轻而易举。其实叶晨也很清楚，别看费可欣说的好像玩笑一般，但其实这就是他真正的内心所想。只不过用这种玩笑的口吻说出来，他便给自己前后都留下了足够的斡旋空间，进可攻，退可守。如果自己表示不愿意出售散血救心丹的话，那他肯定会以玩笑为由轻松带过。但如果自己顺着他的话，表示出有兴趣出售上学就行了的话，那他肯定会立刻收起玩笑的态度，跟自己认真深入地谈一谈。这让叶晨心里不由得再次感慨，费可欣果真是绝顶聪明，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能把形势判断得非常清晰，把节奏把控得非常精准，果然是了不得。想到这，叶晨又不禁暗忖，不过费可欣肯定没有想到，我已经打算好了要送他一颗散血救心丹。意念至此，叶晨忽然萌生了调侃之心。他知道费可欣现在进可攻，退可守，看似掌握了主动权，但是他也清楚自己现在还有一个4两拨千斤的杀手锏，那就是故意跟他来一手揣着明白装糊涂。于是他眼睛看着费可欣笑了笑，随后又看着这飞机内奢华崭新的内饰，忽然开口道：哎，对了，费小姐，你这架飞机很新啊，该不会是才买的吧？费可欣微微一怔，他本以为能就这个玩笑般的谈话跟叶晨好好沟通一下购买散血救心丹的事情，既然话赶话都说到这里了，或许这件事还真能促成。但他是真没想到叶晨竟然直接转移话题，这让他感觉好像一拳打在了空气上，别说取得什么实际进展，就连一点反馈都得不到。这让费可欣一下子很是失落，他又不禁想起刘曼琼，想起叶晨送给他的那颗散血救心丹，心里更加自卑。他觉得叶先生认识刘曼琼几天就能送他一颗回春丹，可叶先生认识我的时间比刘曼琼早很多，但却连卖都不愿卖我一颗。难道在他心里我比刘曼琼差了这么多吗？此刻的费可欣除了失落之外，又不免多了几分委屈，这种委屈让他心里堵得难受，眼眶甚至都有些泛红泛潮。可是他不想让叶晨看出来，于是便赶紧调整了一下，顺着叶晨的话笑道：不瞒您说，这架飞机其实是我爷爷3年前跟波音订购的，原型机是波音747-8，由于内饰改造也需要波音来完成，所以整个生产周期无比漫长，一直到上周才刚刚在芝加哥完成交付。说到这里，费可欣微微一顿，继续说道：本来我也没想用这架飞机，但我爷爷听说我要来港岛见您，就直接把这架飞机调到纽约去了。叶晨轻轻点了点头，笑着问道：费老先生最近还好吗？还不错，费可欣如实说道，身体短时间内没有什么大碍了，再加上心情也不错，所以人的状态也比之前好一些，最近还张罗着要去跟别人学打太极拳呢，说是要强身健体，争取多活2年。叶晨笑道：看来老爷子状态不错。是，费可欣点头道，看着整个人的状态是比之前好了很多，这都多亏了叶先生您的帮助。说着，费可欣又道：哦，对了，叶先生，我爷爷他对明年的回春丹拍卖会势在必得，说是一定要不惜一切代价拿到最后的整颗回春丹。
叶晨微微一笑，问他：你现在是整个费家的掌舵者，从你现在的角度出发，你觉得老爷子花几千亿美元买一颗回春丹，对整个费家来说值得吗？费可欣想了想，认真道：如果单纯的从费家家主这个角度来看的话，那肯定是不值的。费家就算家大业大，但真正能拿出来的现金也不过就是一颗回春丹的价值。一旦把这笔钱拿出来，整个费家就会变成一架没钱加油的豪华珍宝飞机，许多业务的周转都会受到巨大的影响。而且为了提前腾挪出足够的现金，我可能从今年的下半年就要开始减少整个家族不必要的开支和收益期较长的投资，以确保明年上半年至少留出3500亿到4000亿美元的资金。说到这里，费可欣轻轻叹了一口气，又道：可是我的身份并不只是费家家主，我还是他老人家的孙女，这几年跟在他身边，我能深刻地意识到他对生存的渴望究竟有多么强烈。我说句不夸张的话，对爷爷他个人来说，他甚至愿意拿出整个费家80%的资产来为自己换取20年的寿命。毕竟在他看来，费家目前的产业绝大多数都是他打拼出来的，就算他拿走了80%，剩下的20%也足够所有费家人花几辈子了。此时的费可欣微微停顿片刻，感慨道：所以对现在的我来说，我一方面不能让费家损失惨重，一方面也不能辜负爷爷对求生的渴望。如果我这时候拒绝了他，那我跟我大伯又有什么区别？这世界上最令人扼腕的，就是屠龙的少年终成恶龙，这也是我心里一直不断提醒自己的。叶晨好奇地问道：所以你准备怎么中和这两种不同的立场呢？费可欣想了想，认真道：真拿出80%的资产，我觉得是不负责任的，对我自己，对整个费家都不负责任。但如果让我拿出50%，我一定毫不犹豫。毕竟现在对爷爷来说，生命的价值大于一切。说着，他指着飞机内豪华的地板，对叶晨说道：真到了弥留之际，让他用这架造价超过5亿美元的私人飞机，为自己换哪怕1天的时间，他也一定会毫不犹豫地答应。说到这，他叹了口气，看向叶晨，非常诚恳地说道：叶先生，如果您愿意卖给我一颗回春丹，我愿意把费家1半资产拱手送上，绝不食言。叶晨不置可否地笑了笑，认真道：人都是越活越怕死的，就算你明年真帮他买到了一颗回春丹，让他再活20年，可是20年总归还是会过去的，到那个时候他会变得比现在还怕死，你又该怎么办呢？费可欣很是严肃地说道：我也并非愚孝，只要我能做好一次，能问心无愧就好。叶晨轻轻点了点头，手里不露声色地拿出一颗散血救心丹来，对费可欣说道：对了，给你准备了一个小礼物，刚才就打算送你，一直没想起来。